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本堪称文学瑰宝的经典之作《到灯塔去》。这本书的作者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位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英国女作家。伍尔夫以其独特的意识流写作手法和对人类内心世界的深刻洞察而名于世。她就像一位神奇的画师，用文字的画笔描绘出了一幅幅细腻而深邃的心灵画卷。到灯塔去便是其中最为璀璨的一幅。到灯塔去不仅仅是一部小说，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迷茫、挣扎与希望。它能让我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自己的生活、情感和人际关系。当我们翻开这本书，就像是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盏明灯，它的光芒会穿透我们心灵的迷雾，指引我们走向自我认知和内心宁静的道路。它对读者产生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它能唤醒我们内心沉睡的情感，让我们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它就像一把钥匙，能够打开我们内心深处那扇被尘封已久的门，让我们有机会去探索那些被我们忽视或者遗忘的情感角落。在开始深入了解这本书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我们渴望到达某个目标，就像在茫茫大海中寻找一座灯塔，但这个过程却充满了困惑和挫折。著名作家伍尔夫的一生也充满了这样的挑战。他在创作到灯塔去的过程中，正处于英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自己也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然而，他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打倒，而是通过文字构建了一个充满希望和力量的世界。就像他在书中所展现的那样，尽管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只要我们心中有灯塔，就有前行的方向。关于内心探索的旅程，对自我认知的深刻剖析。到灯塔去这本书的核心之一就是对内心探索旅程的描绘。书中的人物仿佛是一群在心灵海洋中航行的水手，他们不断地在自我认知的航道上前行。伍尔夫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人物内心深处的复杂情感和思想变化。从拉姆齐夫人到莉莉·布里斯科，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寻找着答案，试图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和存在的意义。这种对内心探索的描写背后有着深刻的心理学原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和情感很大程度上是由潜意识所驱动的。在到灯塔去中，伍尔夫通过意识流的手法，将人物的潜意识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和渴望，就像是一股股潜流，在文字的海洋中涌动。例如，拉姆齐夫人在家庭生活中的种种表现，看似是出于对家庭的关爱和对丈夫事业的支持，但实际上，她的内心深处有着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对生活意义的困惑。这种潜意识与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人物内心探索的复杂动力系统。对于我们读者来说，阅读这本书就像是踏上了一场自我认知的心灵之旅。我们可以学习书中人物的方法，勇敢地面对自己内心的黑暗角落。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尝试通过冥想、写日记等方式，深入挖掘自己的内心世界。比如，每天花一些时间静坐，闭上眼睛，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不要急于逃避，而是像书中人物一样，审视自己的内心，找出问题的根源。这种自我认知的过程的好处是巨大的，它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从而做出更符合自己内心需求的决策。它能帮助我们缓解内心的焦虑和压力，让我们以更加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的挑战。书中有一段对拉姆齐夫人内心的描写，她像一个旅行者一样，在自己心灵的国度里漫游。她看到了那些被岁月掩埋的梦想，那些在日常琐事中渐渐模糊的希望。这段话生动地展现了拉姆齐夫人内心探索的过程。她在家庭生活的忙碌中，并没有忘记对内心世界的审视，这种对自我认知的执着值得我们学习。人际关系与情感纽带，在相互理解中寻找温暖。在到灯塔去中，人际关系和情感纽带也是重要的主题。伍尔夫描绘了人与人之间微妙而复杂的情感联系，无论是夫妻之间、母子之间还是朋友之间，都有着独特的情感流动。这些情感纽带就像是一条条无形的线，将书中的人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展现了他们在相互理解过程中的挣扎与努力。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是社会性动物，我们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与他人的互动。书中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遵循着情感交换和社会交换的原则。拉姆齐夫妇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的婚姻关系中既有情感上的相互依赖，也有在社会角色和家庭责任方面的交换。拉姆齐夫人在丈夫追求学术成就的过程中，给予他精神上的支持和理解，而拉姆齐先生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着妻子的情感需求。然而，这种关系并非一帆风顺，他们之间也存在着误解和冲突，就像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从书中汲取经验，学会如何建立和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首先，我们要学会倾听和理解他人。
就像书中莉莉·布里斯科对拉姆齐夫人的理解一样，我们要在与他人交往中，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当我们与家人、朋友发生矛盾时，不要急于争辩，而是要冷静下来，倾听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其次，我们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在书中，人物之间的情感表达虽然有时是含蓄的，但正是这些微妙的情感表达维系着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语言、行动等方式，向身边的人传达我们的爱和关心。这种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护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能给我们带来情感上的支持和温暖，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再孤单。书中拉姆齐夫妇在海边散步的场景令人难忘，他们沿着海岸线走着，海浪轻轻拍打着沙滩，他们的脚步仿佛与大海的节奏融为一体。在那一刻，他们的情感在无声中交流，所有的误解和隔阂似乎都暂时消失了。这个场景充分展现了夫妻之间情感纽带的微妙之处，也让我们看到了在相互理解中寻找温暖的可能性。3. 时间与记忆的交织，对生命流逝的沉思。时间与记忆是《道灯塔序》中贯穿始终的元素。伍尔夫通过对时间的独特处理，让读者感受到了生命的流逝和记忆的珍贵。书中的人物在时间的洪流中挣扎，他们的记忆就像是一颗颗珍珠，串联起他们生命的轨迹。从过去的回忆到对未来的憧憬，时间和记忆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关于生命意义的复杂画卷。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时间是生命的基本维度，而记忆则是我们理解时间的重要工具。书中对时间的描写体现了存在主义的观点，即生命是短暂的、有限的，但记忆可以赋予生命以深度和意义。伍尔夫通过意识流的手法，将不同时间段的记忆碎片拼凑在一起，展现了人物内心对生命流逝的复杂情感。例如，拉姆齐夫人在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时，既有对过去的怀念，也有对时间流逝的无奈。这种对时间的感知和对记忆的珍视，是人物在面对生命无常时的精神支柱。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借鉴书中的理念，学会珍惜时间，珍惜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通过记录生活点滴、制作相册等方式，将那些珍贵的瞬间保存下来。当我们回顾过去的记忆时，就像是在重温生命的旅程，这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生命的意义。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时间的宝贵，合理安排时间，充实我们的生活。这种对时间与记忆的重视的好处在于，它能让我们在面对生命的挑战和变化时有更强大的精神力量。它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宁静的港湾，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前进的动力。书中有一段对时间的描写，时间像一阵风，吹过我们的生命，带走了那些曾经的美好，留下了无尽的思念。这段话深刻地表达了时间与记忆的关系，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流逝的无奈和珍贵。4. 艺术与美的追求，在创造中发现生命的价值。在道灯塔序中，艺术与美的追求也是一条重要的线索。伍尔夫通过莉莉·布里斯科的绘画创作，展现了艺术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艺术就像是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隐藏的美和意义。书中的人物在追求艺术和美的过程中，找到了生命的价值，也找到了与世界沟通的方式。从美学和艺术理论的角度来看，艺术是人类情感和思想的表达。书中莉莉·布里斯科的绘画创作过程，体现了艺术创作的基本原理。她在绘画中捕捉生活中的瞬间，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融入其中。艺术创作不仅仅是对现实的模仿，更是对现实的超越。通过艺术，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发现那些被我们忽视的美好。这种对艺术和美的追求，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在面对生活的困境时的一种精神寄托。在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追求艺术和美，比如学习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或者欣赏艺术作品。当我们参与到艺术活动中时，我们就像是在与自己的内心对话，能够释放内心的情感，找到内心的平静。同时，艺术也能激发我们的创造力，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性。这种追求艺术和美的过程的好处是，它能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它能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非凡的美，让我们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有更积极的态度。书中莉莉·布里斯科在创作绘画时的心境描写，她在画布上涂抹着颜料，每一笔都像是在与生活对话。她看到了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细节，那些被遗忘的美。这个场景生动地展现了艺术创作的过程，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艺术与美的魅力。朋友们，《道灯塔序》是一部关于内心探索、人际关系、时间与记忆、艺术与美追求的伟大作品。它就像一座灯塔，照亮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黑暗角落，指引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前行。它让我们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地探索自我，珍惜人际关系，珍视时间与记忆，追求艺术与美。我真诚地希望大家能够阅读这本书，并将其中的理念运用到生活中。让我们像书中的主人公一样，勇敢地面对内心的困惑，珍惜身边的人，在时间的长河中留下美好的记忆，在艺术的世界里发现生命的价值。
记住，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座灯塔，只要我们用心去寻找，它就会为我们照亮前行的路。不要害怕生活中的风浪，因为有这座灯塔在，我们就能找到方向。让我们行动起来，去阅读，去探索，去发现，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人生。人生就像一场漫长的航行，而到灯塔去，就是那本指引我们航行的航海图。不要犹豫，拿起这本书，开启你的心灵之旅吧。当你迷茫时，想想书中的灯塔，它会给你力量；当你孤独时，想想书中的人物，他们会陪伴你；当你追求梦想时，想想书中的理念，他们会指引你。相信我，这本书会成为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伙伴之一。